乡亲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为响应国家扶贫号召，回馈社会，我们集团决定以市场价格3倍收购荒石村的木材。3倍？真的假的？我们是省城的大集团，大家放心，收购全部签订正规合同，童叟无欺。各位，不能砍！树一砍，林子里的赤松茸、黄金全得死。叶星，我们之前信你是大学生，才陪你搞什么林下经济，整整3年，我们听你的话，一棵树没砍过。说好的林下经济，钱是1毛没看到。可你看看，村里多少人快揭不开饭了。木材老板就在那儿等着收树，给的还是市场价3倍，3倍呀！可你那些君子药材呢？什么时候赚钱？我们已经等了3年，是不是还要再等3年？等到那天，大家早饿死了。就是，上个月家里娃上学，想买个新书包，这下卖了树，钱就有了。叶书记，你是大学生，你没穷怕过。各位，我们村林下经济生态已经完成闭环了。相关的报告已经送检到组织部，马上就有相关的人员来进行评估。立项之后，保证收入源源不断。只要这边林子还在，能长菌子，能种药材，能养蜂，能养鸡，靠着这片山，我们能赚10年、20年。这时候要是砍了树，前面的辛苦全部前功尽弃了，山毁了，根也断了，断了根拿什么传给娃娃？拿什么留给子孙？叶书记，话不是这么说的，树砍掉又不是不会长了。再说了，谁家没个孩子上学、老人治病的，哪样不花钱？村民想赚点钱卖树，你说断了根，这话有点狠了。叶星啊，别怪三叔说话难听，你一个大学生，纸上谈兵可变不了钱。这可是3倍收购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树今年必须砍。对对对，到手的钱才是钱，合同我签，我签，让我先签。给我停下！谁也不许签！听叶星的。咱们靠山吃山，砍树就是砸自己的饭碗。铁柱，你脑子进水了！前几天你媳妇儿还跟我借米下锅，家里都快断粮了。人家是城里大学生，你在这陪他做梦。三叔，我信叶星。你们忘了，村委会交不起电费，是他一家家里旧账。山洪冲了刀子，是他跑断腿帮大家要理赔。他辞了城里的工作回来，凌晨办公室的灯就没灭过。他图什么？不就图咱们村有条活路？现在药材马上就要成了，就要砍树，这合同我不签。谁敢动我家的树，我跟谁拼命！好，铁柱，既然你铁了心保这些破树，那我也不拦着。全村1050亩山林，你那50亩，我们一棵都不砍。剩下的1000亩，今天全部开伐！开伐！树一倒，林下的小气候就没了，菌子活不了，药材也长不成。叶星，说实话，虽然我支持你，
可我这心里也没底。刘美丽已经放话了，今年要是赚不到钱，我就和你离婚。你说的林夏经济真能成吗？能，而且一定能。铁柱，你记住，他们砍树赚的是一锤子买卖，咱们养山赚的是一辈子的买卖。只要扛过这一波，等到了秋天，我会让所有砍树的人亲眼看见什么叫一亩山赚4分钱，什么叫真正的聚宝盆。秋天到了，荒石村出现了极其诡异的两极分化。以三叔为代表的1000亩山林，树木几乎被砍得精光。哟，这不是大学生书记吗？快来看看，这么多木头，今年发财了！三叔，这些树长了20多年，就这么砍光了，你不心疼吗？心疼个屁！树没了还能长，钱没了才是真没了。反倒是你那50亩地，守着一堆杂草烂菌子，能换来真金白银吗？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了，这日子没法过了。铁柱，看看你信的好书记，别人家都开始卖木头了，卖完到手就是好几万，我们家毛都没有。叶星，美丽非要跟我离婚。嫂子，你信我一次，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深夜，叶星带着铁柱和刘美丽进入林地。我的天，怎么长这么大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树没砍，林下湿度一直保持着。这些药材和菌子长得比温室里的还好。这黄金怕是比我胳膊都粗了。三叔他们砍树确实能赚钱，而且还是市场价3倍。可问题是，树砍完以后呢？钱花完以后呢？这山还能给你们留下什么？可咱们现在搞的林下经济不一样，树荫就是咱们的工厂，只要树还在，钱就会源源不断长出来。你们看，树底下种药材，药材能卖钱；林子里养跑山鸡，鸡能帮咱们吃掉害虫，少打农药，药材长得更好。鸡在林子里活动，拉下来的鸡粪又能变成肥料，这就叫生态循环。同样是1亩山，别人只能卖1次木头，咱们却能1年赚，年年赚。今天赚菌子的钱，明天赚药材的钱，后天赚鸡的钱。就算菌子行情不好了，咱们菌子赚不到钱，也可以赚药材的钱，走地鸡的钱。叶星，我懂了。看完这茬，得等10年8年才有下一茬。叶星啊，可咱们年年都能赚，年年都能赚好几份儿。这哪是什么荒山呀，这简直就是聚宝盆啊！从今天开始，我铁柱这条命交给你了。等收购商来了，我要让三叔他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李了，你之前可是说过要帮我们脱贫致富。有点麻烦啊。麻烦？啥意思？这可都是刚砍下来的好木头，你赶紧出价，我还等着拿钱给娃娃交学费呢。三叔，你们消息太闭塞了。现在外面木材市场早变天了，房地产不景气，家具厂减产，全国木材都堆成山了。你这些树说难听点不值钱。之前你来村里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些树值大钱，你说市场缺货，市场一天一个价，我也没办法。这样吧，看在大家不容易的份上，100块钱1吨，我全收。啥？100块，连人工钱都不够。邮局、运输、人工全是借的钱啊！黄经理，你这是耍我们！之前说3倍价格收购，现在变成100块1吨。合同写的明明白白，最终价格以市行情和验收结果为准，我也是按合同办事。三叔瞬间僵住，
村民们这才反应过来，他们签的时候根本没看合同，在3倍市场价的诱惑下，他们早就被冲昏了头脑，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整整1000亩山林。完了，全完了！王经理，你再加一点，就1点。大家为了砍树，借了那么多钱，总得给条活路吧？活路倒也不是没有。什么活路？其实，我们集团准备去建设大型康养产业园、药材基地、林业观光区、森林度假区，正好看中了荒石村这片山。如果大家愿意把山地流转经营权交给我们，这些木材，我不仅按照原来说的3倍价格收，集团还能一次性支付流转费用。流转经营权，那不就是把山交给你们了？别说的这么难听，只是流转，又不是卖掉，合同到期自然归还。20年、30年后归还，那时候俺都埋土里了。山给了你们，以后俺们上山采菌子咋办？挖药材咋办？捡山火咋办？各位，我得提醒你们，现在不是我求着买，是你们求着卖。木头已经砍了，钱已经借了，如果我不收，这些木头就只能烂在这里。要么100块1吨，自己认赔；要么签流转合同，拿钱回家。路我已经给你们了，怎么选？你们自己决定。完了，怎么会这样？等等，怎么还有老板往铁柱那边去？铁柱那50亩不是没砍吗？守着一堆破菌子破草，还能引来大老板？老天爷，这么好的赤松茹，香味这么足，这林下湿度、土壤菌群全是天然的。陈总，我电话里没夸大，这50亩林子一棵说没砍。所有产品全部绿色无污染。好，太好了！这种品质的林下赤松茹，市面上太少见了。普通货我收50块1斤，陈总，你们这批我出95块1斤，现款结账。951斤，这比木头值钱多了。一筐都快赶上我1车木头了。铁柱这50亩山林，光赤松菇少说就能出几千斤，这一下就是几十万啊！陈总，检测结果出来了，无农残，无重金属超标，品质绿区通过。不止赤松茹，这黄精的有效成分也很高。叶书记，这批货我全包了。这批黄精只要您开价合适，
明天就能打包送到您的公司。哈哈哈，叶老弟也是爽快人啊！这样吧，这批黄金我给算你市场价的120%。听说你这里还有走地鸡，我一起给你收了。这走地鸡在城里大脚店可是稀罕货。叶星，你这哪是破山呐，你这是聚宝盆啊！叶星啊，三叔错了，我老糊涂了。我们那1000亩山都砍秃了，木材还卖不上价，王经理还逼我们要山地流转权。乡亲们今年连过年的钱都没有我们了，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李总，荒石村那边差不多了。按照您的计划，我们先用3倍价格收购木材做诱饵，成功让村民大规模伐树。如今全村不仅欠下了人工费、运输费和设备费，还背上了不少贷款。等木材价格暴跌以后，他们根本没有第2条路可走，最终只能把山地流转经营权交给我们。村民那边有发现什么问题吗？没有。等他们砍完树才知道，木头只是个幌子。根据我们半年的调查，荒石村虽然偏僻，但地理条件极其优越，全年气候温和，空气湿度稳定，群山环抱，风速低，森林覆盖率高，地下水资源丰富，土壤偏弱酸性，十分适合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更重要的是，这里远离工业区，生态环境几乎没有受到污染。无论是高端药材基地，还是森林疗养中心，省里的专家评估过，如果把整片山地统一经营，未来价值至少在10亿以上。单单药材产业，每年的收益就远超木材，这绝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那些村民守着金山却浑然不知，为了几万块钱，亲手砍掉了自己的未来。等流转合同全部签完，整座山就是我们的了。药材基地、康养中心、森林度假区一起开发，价值至少翻几10倍。不错，继续推进。三叔，还有各位乡亲们，当初我拦着你们砍树，你们不听，现在山秃了，菌子没了，药材没了，风箱也留不住了。叶星啊，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头子的错，可乡亲们是无辜的呀。大家买油锯、锯片、柴油还有雇人的钱全是赊来的，现在木头卖不上价，这年关怎么过啊？乡亲们，我叶星就算再有本事，也没办法让秃了的山一夜之间重新长出树来。但是，荒石村不能就这么垮了。那些杂木我已经联系了隔壁板材厂，明天会拉走做板材，价格肯定比王经理那100块1吨强，但依然不够你们还清所有贷款。那明年怎么办？今晚8点，村委会大院开全体村民大会，想活下去的准时到。晚上8点，
荒石村全体村民大会正式开始。废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从明天起，成立荒山林下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叶星啊，这合同是啥内容？第一，全村1000亩山林，统一流转进合作社，不再各砍各的，各种各的，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叶星啊，这听上去和卖山地流转权差不多啊。错，差远了。你们是合作社的股东，土地和山林入股，所有村民年底按比例分红。合作社在返聘你们干活，按天结算工资，但所有种植标准必须100%服从村集体统一指挥。那秃了的山怎么办？第二，补种树种，砍秃的1000亩山地全部补种速生林，先种杉木、姜树、马毡相异，恢复林冠，林下套种黄荆、赤膊芦、石鼓，3年恢复生态，5年形成稳定收益。那铁柱那50亩呢？铁柱那50亩作为示范基地，今年的收益拿出一部分，成立合作社启动基金。我签。从今天起，叶星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也签。这次谁再砍树，谁就是砍我家的钱袋子。叶星，三叔服了，这回我听你的。记住，砍树卖钱只能救一时的穷，守住青山才能治一辈子的穷。合同已经签完了，但是各位，我今天把丑话说在前头。签了字，以后就必须服从合作社统一管理。谁敢偷偷砍树，谁敢违规施药，谁敢为了眼前利益毁掉合作社品牌，立刻取消分红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这是底线，谁碰谁出局。今天卖药材和菌子的钱，我和美丽商量了，不只拿出一部分，我们俩留下过日子钱，剩下所有资金全部入股合作社。安静一下。今天只是开始，赤松柔和黄荆只是第一步，恢复林冠，扩大林下药材种植，建设蜂场，发展跑山鸡，打造全省最大的生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未来，我们还要注册自己的品牌，让城里人主动来买我们的产品。叶星啊，以后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李总，查清楚了，这次山地流转权收购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合作社。合作社的主导人就是这个叶星。叶星，有点意思。李总，需要处理掉这个合作社吗？处理？我要的是整座山。和我汇报一下他最近的动向。他先是帮村民联系板材厂，把木材卖了出去。虽然价格不高，但还是替村民偿还了一部分贷款。后来又组织成立了荒石村合作社，把村民全部整合到了一起。
目前他们种植的黄金、石斛和赤松仁，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开始向市里的几家药企供货。更麻烦的是，他把原本准备流转给我们的山力重新盘活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荒石村合作社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根据数据显示，有不少已经签了流转意向书的村民撕毁合同，准备加入合作社。有意思。一个小小的村书记，居然坏了我几千万的布局。李总，要不要动用关系？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没有人能扛得住真金白银的诱惑。上次是这样，这次也不见得例外。您的意思是，去见见他，告诉他我很看好他的潜力，只要他愿意带着合作社并入青山农业集团，我给他年薪100万，另外再给他5%项目分红。这笔钱，别说一个村书记，就是很多企业高管都拒绝不了。有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可当他发现，靠自己奋斗10年，还不如我一句话给的多，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选。叶书记，我们李总想和您谈一笔改变命运的生意。叶书记，我们李总非常欣赏你，所以专门让我来一趟。只要荒石村合作社并入青山农业集团，集团愿意承担合作社全部债务。所有药材统一保底收购。另外，集团还愿意聘请您担任项目总经理，年薪100万，外加5%的项目分红。叶书记，说句不好听的，您在荒石村干10年，都未必能赚到这么多钱。您这么有能力，没必要把青春浪费在这穷山沟上。跟着我们集团，您会有更大的平台，更好的未来。叶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秘书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如果荒石村真像你们说的那么没有价值，青山农业集团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往这里砸钱？先是高价收木头，后是收山地流转权，现在又要收合作社，甚至愿意开出100万年薪。你们图什么？总不会是做慈善吧？你们不是看上了我，你们是看上了荒石村，看上了这片山，看上了这里的药材，看上了这里未来几十年的价值。叶书记，做人不要太理想化，
有些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机会？你觉得我回来是为了赚钱？我回来的时候，村委会的门锈得推都推不开，墙上贴的全是还不上的欠款。年轻人一个接一个顺着那条路走出去了，走的时候说等挣到钱就回来，可这一走，村子就只剩下守在门口的老人和娃。山地荒着，草比人高，地里没人种，仓里没有粮。那时候的荒石村穷到什么地步？穷得连一把下地的种子都买不起。没人愿意回来，也没人愿意管。既然我选择回来，就不是为了把它卖掉。如果我想赚钱，当初就不会回村。回去告诉你们李总，荒石村合作社不卖，荒石村的山不卖，荒石村的未来更不卖。还有一句话，替我转告李总。有些人眼里只有利益，可不是所有人眼里都只有眼前的利益。青山农业集团出资3000万，收购荒石生态合作社51%股份。今后所有产品统一贴青山农业品牌，统一销售。叶兴同志，青山农业集团可不是普通企业，人家是省里的农业龙头，多少乡镇抢着合作都轮不上。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3000万，买1000亩生态林，买整个合作社控制权，买未来每年上亿的收益。王经理，你这算盘打得挺响。叶书记，合同我拒绝。送客。叶书记，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
叶星，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回事？鸡棚那边死了10几只鸡，还有不少鸡蔫头呆脑，不吃食，站都站不稳。走，去看看，去看看。完了，这可是咱们合作社最值钱的一批鸡啊！坏了！这症状像鸡瘟，鸡瘟，这要是鸡瘟，那不是全完了吗？这几个月全白干了。先别慌，这未必是鸡瘟。不是鸡瘟，把所有病鸡隔离，再去通知县畜牧站。我要知道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肯定是青山农业那帮人干的，他们想拿下咱们的地，不是1天2天了，不是他们还有谁？昨天鸡还好好的，怎么可能今天就大面积发瘟？叶星，要不咱们服个软吧？服个屁！大不了去镇上找他们批评。铁柱，站住！把铁锹放下。你现在过去，正中他们下怀，他们巴不得咱们先动手。所有人听着，先别碰死鸡。把现场全部拍下来，一根鸡毛都不要漏。如果真是人为投毒，这些都是证据。他们既然想玩，那咱们就陪他们玩大一点。铁柱，到！立刻封锁机场，任何人不得进出。三叔，统计死鸡数量，把最近接触过机场的人全部登记。通知所有养殖户，停止外来人员进入养殖区。把病鸡和健康鸡隔离，马上！明白，明白。快让我见识见识！明白，我到。老师，我是叶星，荒石村疑似爆发鸡瘟，我需要农科院支援。荒石村采用的是全国领先的林下生态循环模式，如果真有人恶意传播疫病，性质极其恶劣。这里是省重点生态农业示范村。就在前几个月，该村刚刚拒绝资本收购，今天便突然出现大规模疑似鸡瘟事件，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事件正在持续发酵。荒石村也正在体温上打造在乱队时间伤心欲找放大最聪明的现场感受，三夫人带着少女木战就上来。老板，沈农科院介入了，媒体也来了，事情闹大了。我从事农业研究40多年，今天必须说一句公道话。荒石村采用的是生态循环养殖模式，不滥用抗生素，不违规添加饲料，每一只鸡都有完整溯源记录。这种模式本该被保护、被推广，可如今却有人为了商业利益，恶意传播疫病，破坏生态养殖体系，这是在扼杀绿色农业的未来。好什么？昨天给人塞的1万块投毒费还在这儿呢。监控有了，证人有了，录音有了，证据、人证全齐了。进去慢慢解释吧。不可能！随着调查深入，投毒真相很快浮出水面。投毒事件以后，荒石村进入全国网友视野。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荒石村生态鸡各项指标远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无药残，无违规添加，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生态养殖。恰恰因为品质优秀，才有人试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毁掉它。消息一出，全网震动。喂，这里是荒石村合作社。什么？5000斤生态菌子？什么？3000只生态跑山鸡预定？好，全部登记。您有新的订单，您有新的订单。叶书记，咱们荒石村真的活过来了。到账5万元，到账10万元。叶星，钱有了，合作社也成了，明年咋干？1000亩只是开始，我要把整座山都变成生态产业链。然而，就在第一批生态杆菌即将上市时，奇怪，运输车怎么还没来？刘叔，10辆运输车什么时候进村？叶星，运输车来不了了。不是我不运，是整个县的物流车队都不敢接你们的单。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
县里70%运力都欠给大客户了，现在我手里1辆车都调不出来。没有运输车，就意味着这些山货进不了城，卖不出价钱，村民今年1年都白干。我至少提前了3个月和你预约车队，你现在告诉我没车？不过，办法也不是没有。有人托我带句话，如果荒石村愿意签长期供货协议，并出面帮青山农业澄清，每斤58块，车马上到。你不守信用！明明说好了今天物流车就到。铁柱，松手！刘总，你确定要把事情做绝？叶书记，在咱们这地方，渠道比产品值钱。药材种出来了，订单签下来了，可没有物流，所有努力都可能功亏一篑。叶星，这可咋办呀？运不出去，违约金都能赔死咱们。不好了，上游田埂村把河道堵了，没有活水，整个生态林区就会面临严重缺水。到时候别说卖山货，说不定还得起山火。他们连水都敢断，这不是要咱们命吗？所有人，跟我走！哟，叶大书记来了！胡来宝，凭什么堵河？堵河？别乱说，这是农业灌溉工程，手续齐全。放屁！那是天然河道。天然河道，现在归我们统一管理，有问题。原来如此，物流封锁，断水风暴，全是一盘棋。叶书记想放水也行，缴50万渠道维护费，我立马开闸。你笑什么？我笑你们太着急了。什么意思？因为从现在开始，该着急的人不是我，是青山农业。叶星，明天一早，你那些赤生菇怕是全得烂在棚里！兄弟们，把路给我守死，连只苍蝇都别放过去！我早就说了，不该跟青山这种大公司硬碰硬。现在好了，物流没了，路也没了，我提议赶紧低头。他们开价低归低，总比全烂在山里强。放你娘的屁！谁敢投降，老子第一个把他扔进基本危机！再不卖真赔光了，不能低头！都别吵了，他们以为堵条路就能困死我们，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实地调研。荒石村和县城之间其实还有一条废弃林场运输道，那条路10几年没人走了，树都长满了。对，但路基还在。铁柱在。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了吗？买回来了，10台油锯，2台履带式挖机，还有30多个强光探照灯。可那条老林场路全是灌木和碎石，一晚上根本修不出来。
谁说我们修整条路？我们只需要打通8公里，连接省道就够了。干！全村团结一致，妇女负责照明，老人负责送饭。整整1夜，荒石村所有人团结协作，8公里林道连成一线。最后一个路障清了，路通了！通知所有采购商，明天凌晨5点，从备用路线进村。青山农业以为堵住了一条路，却不知道，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路是通了，可青山农业控制着全县物流，咱们还是卖不出去呀。谁说我要用县里的物流？喂，学姐，是我叶星。你上次说你们公司准备打造全国高端生态农产品专区，正在寻找原产地样板基地。我这里有一批顶级宁夏赤松茸，还有精品黄金。极品走地鸡，全部零农染，全生态种植，不走批发市场，直接对接高端超市。我要你们那种恒温物流专车，全程定位，全程溯源。叶星，我们正在找这种货，如果品质达标，运费我们承担，渠道我们负责，而且不是青山农业给你的压价。赤松茸，我给你市场价2倍，黄金按精品药材标准收购，走地鸡走高端礼盒渠道，全部包销。青山农业以为封锁的是物流，可他们不知道，新时代最值钱的，从来不是渠道，而是品质。记住，今晚12点，20辆港温运输车进村以后，全部关灯，不要惊动任何人。算算时间，荒石村那批山货，现在应该全烂棚了。没路，没渠道，没运输车，他们拿什么翻身？明天直接过去接收烂摊子，1000亩山林经营权就是咱们的了。于是3人带着几十名手下，连夜赶往荒石村。让一让，这个区3号车，那个区5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运输商怎么进来的？你们堵的是主路，可我走的从来不是你们安排的路。预付款昨天就已经到账，反倒是你，秘书先生。如果我没猜错，青山农业为了垄断高端生态中产品市场，已经提前和很多餐饮集团签了供货协议，就等着荒石村断货以后，用我们的产品去履约，对吗？可惜
现在货源在我手里，客户也在我手里，你签出去的合同拿什么兑现？胡来宝，你涉嫌非法筑坝，证据我已经全部提交。另外，为了拦水，你把自己村下游灌溉渠都堵死了，你最好回去看看。胡来宝，你在哪儿？全村人都在找你，你把灌溉渠堵死了，村里庄稼全快旱死了。还有你，刘老板，为了站队青山农业，你让全县物流停摆。现在青山农业自身难保，没有客户和资金，你觉得你的物流还能重新运转起来吗？荒石村庆功宴正式开始。叶星，这碗酒我敬你，以后谁敢不听你的，我第一个收拾他。感谢乡亲们相信我，但荒石村还没到终点。明年开始，我要承包周边3座荒山，扩大林下经济规模，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打造属于我们荒石村的深加工工厂。有意思，区区一个大学生，竟然让我损失惨重。李总，我们的计划已经失败很多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最大的依仗是什么？生态品牌。那就从根上毁掉它。把荒石村明年准备采购的黄椒种苗、菌种，还有蜂种全部买断，能收购的收购，能断供的断供。我要让他们明年在种源上栽一个大跟头。叶星，今年的菌种可真不便宜，好几家老供应商突然都说没货，幸亏找到新的渠道。咋了？不对，这批菌种有问题。这家主动联系我的，说有顶级赤松茸菌种，还给打9折。先别协助，所有菌种全部封存。咋回事？铁柱在，带人守仓库，谁都不许碰，任何一袋都不准动。叶星，你们差一点就万劫不复了。什么意思？这根本不是优质菌种，这是市场上淘汰的劣质菌种。经过人为处理，重新包装，伪装成高端品种。伪装的？这还不是最狠的，这些菌包里被人为混入了特殊病菌，前期正常，一旦进入出谷期，整个菌棚会同时感染。
赤石料全部烂根，黄金感染真菌病害，蜂场也会受到污染。最可怕的是，病菌会长期残留土壤。未来几年，你们整个种植基地都废了。能在全省范围断供优质菌种，还能拿出这种东西，除了青山农业集团，不会有第二家。我也是这么判断的。好狠的算盘！如果菌棚集体发病，品牌信誉会崩塌，整个合作社都会破产。到时候，青山农业再出来收购，荒石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去告经销商也没用，这种层层套牌的操作，他们早把证据切干净了。经销商最多罚款，真正的大鱼抓不到。老师，想到办法了？既然他们想玩阴的，那我就陪他们演一场戏。你准备怎么做？乡亲们，钱国栋教授已经检查过了，菌种没有问题。我就说嘛，吓死我了！农科院钱国栋教授都看过了，那肯定没事儿。大家抓紧时间接种，今年合作社扩大规模，谁也别掉队。李总，荒石村那边有消息了。李总英明，我们已经联系好媒体和百万粉丝大 V， 只要荒石村出问题，立刻全网曝光。很好，等出估期一到，我要让所有想脱离青山农业集团控制的人看看，谁才是农业圈真正的主人。这帮畜生，这不是做生意，这是要断农民的根。老子现在就去找他们，所以不能惊动他们。铁柱，带人把所有毒菌种拉去废矿坑，生灰会封埋，一袋不留。明白。那咱们种什么？这是真正的原生菌种，农科院的。从明天开始，白天假装接种毒菌包，晚上全部换成真正的菌种。我要把青山农业集团引进死胡同。时间到了，通知媒体，通知主播，今天去荒石村直播，我要亲眼看着他们的菌棚全部烂掉。明白。家人们，今天带大家看看荒石村菌棚事件。病菌扩散了这么久，现在应该已经全部烂掉了。这，快下去的，这批我全要，先给我留5000斤，明天马上打。这不可能！李总，欢迎莅临荒石村。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网友，这是农科院出具的鉴定报告，这是第三方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据保全书。3个月前，
青山农业集团通过多层经销商，试图向荒石村销售带病菌的伪劣菌种，企图彻底摧毁我们的生态产业。我操！这是犯罪吧？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了。但很遗憾，李总，你低估了知识的力量，也低估了中国农民守护土地的决心。我们最终使用的是农科院保存的原生优质菌种。你们的计划失败了，而且留下了罪证。李总，我代表荒石村合作社以及27家合作企业，正式向贵集团提起集体诉讼，索赔金额5亿元。5亿！我的天！另外，贵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恶意打压农业企业，相关材料已移交监管部门。叶星，算你狠！不是我狠，是你们太贪。这片土地从来不属于资本的算盘，它属于每一个在这里流过汗的人。爸，我回来了。叶星，今年村里人均收入比3年前翻了10几倍，好多出去打工的年轻人都报名回来创业了。以前大家总觉得大山是穷根，可现在我知道了，穷的从来不是土地，而是看不到希望。农业不是落后，当科技扎进泥土，当知识回到田间，每一座山都能长出未来，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希望。